嘿，你们好，欢迎来到丰盛奥文。今天呢的题目是：现在的你正在吸引着谁？因为我发现很多在看的朋友或翻牌的时候，发现很多人的能量都还蛮强的。我看到留言的时候，发现很多人的能量都还蛮强的。可能你们生活中没有办法那么容易注意到谁，其实已经慢慢的被你吸引。因为对方可能没有表示或任何的行动，就可能会错过哈。不过我还是来帮你们翻翻牌，看看你周围是不是有些人正在被你吸引着哦？然后呢，今天我会稍微讲的比较慢一点，然后翻的牌也翻更多一点，翻到我看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讯息之后再做结束，所以每一集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点哦，希望你可以耐心听。那么现在呢，这里有4张牌，1、2、3、4，你先选哪一个最适合你哪一个你最有感受？不论是强的感受、弱的感受，反正你眼睛目光离不开那一张的话，那可能那个现在你对那一组牌卡的那个共振是比较强的。你可以先听看看，如果发现好像不适合你，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对照，你可以再去听听看看别的然后听听里面的故事、里面的谏言好了，那你们选好了吗？选好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吧。好的，这边是选到第1组的朋友哈。那我们今天我可能会用比较特别的方式来检测一下你到底你已经吸引到了哪些人来，我先抽一张你的能量牌一出来就出了一个感官这么强的牌恶魔牌。恶魔牌它其中有很多的概念，它并不是如他画的这个东西这么可怕了如果以我们今天这题来讲，这一张算是非常好的牌，表示你非常有魅力。你说这个魅力充满有代表有你很性感你所散发出来的一种吸引人的诱惑感还蛮重的。所以本身来说，你本身其实是在你周遭的生活圈或各方面，你算是一个很特别、很突出、很有魅力的人但你有可能没发现你有可能把自己当成是下面的那对情侣被束缚着、被捆绑住、就是无法展开无法把自己奔放出来。你有可能是这两个，但可是这里的能量却告诉我说你是有一些隐性的魅力正在散发着然后那个感官让其他人其实有在注意你。这个能量还蛮强，这算是这个题目里面我觉得最好的一张牌如果是皇后牌也算不错，但我更喜欢这张牌，因为这张牌今天的题目，我觉得更多的内容是所谓的一种性吸引力性吸引力不是说就只是与人连接那件事，它有很多种会让人注意到你的特色、你的优势、你的独特，还有你的各种外在就五感的东西、感官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是吸引别人一些很重要的要素。来，我来帮你抽看看说你周遭，先抽2张来看看有没有不同范围主要抽2张的意思是说，我想看看你没有注意到的地方，跟你注意到的地方你常看的那个方向，跟你比较没注意到的那个方向有没有人我发现在你视线里面就有人喜欢你了就有人对你有好感塔牌这个能量火能量很强它属于一种会激发行动的它也因为它用塔牌来说，就表示它是有破坏力的，有摧毁力的。那等于是这个能量是非常强的，非常强大的所以其实你有吸引到有些人似乎准备要对你有主动、有点表示了在你可视的范围。什么叫做可视的范围？就是你比较会注意的地方啦比较能吸引你注意的地方，吸引你的人群。打个比方，就是说，你最近比较喜欢去的地方你比较喜欢的朋友圈你最近比较感兴趣的一些活动那个就是你可视的范围。那不可视的范围呢，其实也有一个很强的力量有很强的能量在后面传。
这个就是不可视的范围，就是你不太常去的地方，或是你常常背对着的地方，有可能像是你上班的背后，上班的不同的部门，好，学校不同的班级，或是不同的级别学弟学妹这种哈，往后面就是你比较看不到的地方，还有一些比较隐晦的角落啦，譬如说他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出现哈，他可能在你的视野里躲藏起来，可是他对你是有好感的，而这个好感可能有所谓的崇拜、崇敬，跟真的很羡慕，因为实在太独特了，太有魅力了，在这里有出现。于是很特别，今天才抽了3张牌，都是抽到大牌，好，表示这一组能量，你选1号的朋友啊，我觉得你的魅力指数哈，你不自觉的散发出的那些东西，很强烈，哈，很尖锐，很容易让人吸引到哈。火能量，火土能量哦，看得出来，它是一个有在持续燃烧的火能量哈，持续燃烧的热情，表示你吸引到的人其实对你的喜好是有蛮丰沛的热度的。然后本身你在这里的话，你的土能量好像是有帮忙这个燃烧哈，有一个很有持续性的燃点在这里，不会灭掉。目前这个感受都还不错哈，都算是比较有，我觉得都是一些比较有暗物质的魅力。暗物质的魅力就是它可能不是一种阳光澎湃户外的那种魅力，它比较像是夜晚阴沉独处，两个人失语低语的那一种小魅力，小黑暗里的那一种很潜在的暗魅力哈。就是说，如果你以物质来讲，建筑的话可能会有极简主义的那一种，看起来很漂亮那一种，可是这不是这里。我们现在可能这边就是有一些哥德建筑啊哈，或者一些雕琢比较细工的那种建筑的那种性感魅力。好，如果要以形状来说的话，它这里不是矩形的魅力，它是曲线的魅力。在这里哈，你现在散发的一种魅力场、一种磁场啊，是这样子一种在空中飘来的讯息，大概是这样。来，我再帮你看看说，如果以恶魔的话，这边可以引导出就钱币2、3、4的那个范围里哈，这个里面的范围里就有点在提醒你说，它其实也 OK 啦。其实你身上的魅力比较展现出来的是一种你对于自己的自制力、自我的掌控能力，好，让人佩服，让人欣赏。而且你跟其他人的互动、互助、交流各方面，可能工作上跟同事的相处，跟一些案子的表现啊，各方面哈，类似的东西啦，就是你的表现、你的能力的表现哈，也正在吸引着别人。还有你有一些坚持的个人坚持的一些想法哈，也算是吸引别人的地方哈。你算是蛮有影响力的人，你的一举一动蛮有破坏力的，就是说你有能够改变别人价值观的能力。我猜你吸引着别人的那一个点哈，都在于你的能力突出。好，所以你会吸引到的人哈，有一点点成分是对你有一点崇拜的，但也有可能是并驾齐驱的人，因为其实在这里面除了塔牌这个方向哈，你吸引到的人还有塔牌，而你本身也带了一些微妙，大概有30%、20几%的塔能量哈，所以你跟你所这一边你可视的范围里面，你了解的那个区域同温层那个里面的喜欢你的人哈，其实是算是可以产生一些互动交流，也可以并驾齐驱啦。所谓的并驾齐驱，就是思维的并驾齐驱，不会有太大的落差，甚至他有可能也强你一点点，只是因为你某些独特的魅力太强大，太明显、太独特哈，所以吸引到他觉得还不错的这个。他也觉得我们身边或是我们这个范围里有一个这么独特的人，好，你可能也吸引到了这样子的人。那在你不可视的范围里呢，你会吸引到一个跟你不太一样的人啦。不过这个
应该来说，其实，在显现的牌跟隐藏的牌里面啊，其实这画面里至少出现3个塔牌。应该说，其实这种互相你吸引到的人跟你产生的连接，其实是蛮有碰撞性的。它有一个部分也比较像是说，表面上你可能跟他不合，表面上你可能看起来跟他没什么默契可是那一种表现的底层，那种潜意识其实是互相喜欢的。也最简单的是有一种不打不相识的那一种互相的吸引力。在这里有，这里也有，你跟他也有都有，都不是那种表面上显而易见的吸引。都是内在的一些吸引。那个恋爱成分重不重呢？我觉得他的那个情感浓烈度是蛮高的，会不会升华到恋爱什么的？我觉得他有一些互动上的火花的契机出现的时候，彼此的地位跟在心中的那个重量才会开始增加。不过目前看起来这3个牌都算不错。来，我再你看看一个你的部分你的表现跟你的潜意识是否也是哪些特点在吸引着什么样子的人？先帮你看。好，世界牌又出了一个这个宝剑4，潜意识就是应该说，其实你的表现上其实你外在表现上算是一个蛮冷静的人你不是一个比较展现肢体语言、展现大动作的人，你是一个比较看起来是比较稳、比较静的那一个人。但是喜欢你的人你吸引到的那些人，他们知道那只是你的外在部分，你内在的部分有一个很丰富的内在世界正在散发出魅力了。所以你连你自己可能不了解你自己的部分我觉得你吸引到的人都可能看得比你还深因为世界牌在这里出现的时候，他给我的讯息是，这个你的世界并不是你自己所知道的那一个世界，而是他们看到你拥有一些特别独特的那一个内在世界，这正是他们吸引你的地方你让他们喜欢你的地方啦。而这个地方对你来讲，可能是再平常不过，再平常不过的东西，因为你就活在那个里面嘛，再平常不过的东西。可是对其他人来讲，那种被你吸引到的人来讲，那个丰富度、那个独特度是存在的他们的好奇心，对你的好奇心还蛮重的他们很想挖掘那个其中的一个。我觉得他们除了崇拜你或是对你好奇之外，他们对你内在的某些真相更好奇，就是你到底在你的内心里隐藏了什么？那个东西正在持续的吸引着他们，因为你可能外在表现就已经非常好了，让他们在感官上面在外在各种可理解范围内，已经让他们非常感觉到你这个人的独特跟丰富，让他们开始产生好奇，是你可能内在有收了一些东西在里面那一种想要挖掘真相感的一种角度，也是他们喜欢你的部分，因为你太有趣了，你太多惊喜了啦。目前是这样，你太多惊喜了，而且那个不是一种，就是说卡通里面不是一个正反派嘛，你比较反派气息一个电影一个什么总要有反派，有时候令人深刻的是那个反派，因为有时候反派有特别聪明，他只是运气不好，他在故事里要失败，那是整个故事的篇章的运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对反派的那一种暗魅力暗物质魅力才是最吸引我们的。我想你在这里出现的是这样子的一种很棒的魅力所以吸引着这些人，看得出来能被你吸引到的人至少我们现在看起来预测是有2个，但他们对你的喜好不知道是哪一种方向，但欣赏你被你吸引到的人，他们都觉得你是一个不是一个小角色，也不是无名小卒你有很多很有趣的可挖掘的方向。那如果再仔细看的话，的确了，因为你这个走向是比较像是
就是宝剑皇后的那一个方向哈，你很像是，你有的时候很像一种倾盆大雨的来临哦，然后把他们叫醒，把他们唤醒，你有这种能力。哦，有时候也是一种绵绵细雨，就是你很像雨水，你知道吗？就是很难让人忽视你的存在。只是那个雨水的能量啊，是要很冰冷还是很温暖，这都看你当下的心情跟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但你的存在感却很难让他们忽视。然后这是这里有出现，就是宝剑四所暗示我的一个底层的能量。哦，他带领我去了那个宝剑皇后那里去。那这个雨水的启示就出来了，才让我开始能够挖掘到说，原来你的吸引力的魅力很多都在你不自觉的表现上面，让人很难忽视你的存在。其实这样看起来哈，你能吸引到的人还不止2个呢。你周遭的人都还蛮喜欢你，但是我想你可能不要的是这个，你要的是所谓的爱情的那个部分。来，我帮你看这些喜欢你的人里面有没有是比较偏向于爱情的，不是粉丝的或是同财线的鉴赏欣赏的。翻3张牌看看整个能量好了。好，那这2张先放这里。翻了3张。宝剑2是呀，出现了，有啦，我刚刚才说，如果是皇后牌的话，会更好就出来了。你身边确实有愿意跟你交往的人被你吸引着哦。不过他现在算是比较封闭的状态了，就是所谓的封闭状态，就是他没有准备打算要主动些什么，没有哈，目前没有这个。因为我觉得你们可能生活还蛮近，而且是比较像是工作还是学业的方面蛮近的哈。那他在你的范围不太像是你已经知道很久的人，他比较像是刚进入你的生活圈的人哈。就是这个，我不是说只有这一个啦，只是说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啦。他对你的感受，目前采取的是比较怯弱的，他已经知道他喜欢你了哈，你已经吸引到他了，而且这个的吸引的魅力是偏向于对你有一些爱情的向往跟想象的哈。只不过目前看起来，你跟他都有所谓自己生活中的事情要忙哈，要注意，因为好像都算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好像无法不专注，先做一下自己的事情为主。所以他目前把这个喜欢，现在是先放在心里，收着、保护着、收好，把它放在比较理智的面上。他还没有准备要对你表达出来哈，因为那一个情感面没有出来。倒是你散发的魅力一直不断的往他身上撒哈，他有一点点难以承受。他现在有一点要靠理智来去阻挡这个吸引力，可以看出你的个人的魅力其实真的还蛮强的。好，来再去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更特别的情况？又有一张类似不打不相识的牌出现。不过这个人可能你不会特别发现他，因为这个人可能是你的某种竞争对手，或是跟你有点不对盘的部门，或是有点不对盘的领域的人。有些人在欣赏你的过程中就已经被你吸引住，可这个吸引，如果要说是进入爱情的话，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是爱情的吸引吗？还是只是一些较量上的吸引？没有，这个人，另外一个吸引你的人跟你是比较远的了，可能你们中间有交手过。所谓的交手，就是有一些交流过，有一些表面上的互相不喜欢过然后他后来回头才发现说你这个人很特别他把它放在心里。
只是目前还是没有什么不会有什么动作，是个人实在离你太远了。到了钱币五，离你太远哈，各自的生活也算不上有什么交集，但是也有。然后再帮你看看，来，我想问他，我说近一点的人选啦哈，近一点的你还有吸引到什么样子的人？吸引到一些太过浪漫的人。我想以你原本抽出来的元素来说，这个人你可能会忽视他，即使你知道他喜欢你，即使你也可能已经知道你吸引到了一个这个人哈，就是可能比较不稳重，很容易犯错，小朋友的个性哈的人，你也知道了。然后这个人对你的喜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有可能有点像小粉丝，也有一点像是你的晚辈之类的，反正就是能力各方面、年纪也都可能都是比你小的那样子的一个角色，然后喜欢你知道，但是你愿意略过这个人哈。来，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你在吸引住的情况哈。其实有诶，他这边是说不行，我再上一张，2张来验证这一张牌。其实我觉得这2张牌在带来的是说，你不缺有人喜欢你的机会诶。我觉得这里看的比较像是说，你其实无法控制你所绽放出来的一些魅力啦。你很容易吸引到你周边的人哈，因为我觉得你可能本身是很真诚的，然后又很不自私的，愿意分享的，跟很多人的交流都非常好的，自然而然你会吸引到很多不同的人。不过那一个吸引里面，把这成分太丰富了，有各种的吸引哦。只能说总合起来就是你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但是要在这么多种喜欢之中找到可以恋爱的人，这个你可能要下一点点的苦心，因为其实这整副牌里面的那个风能量是不多的。当风能量不多的时候，表示你比较难看清楚跟分辨出来喜欢你的人是在哪里。很多都流于相处的感受，相处的直觉。但这种相处的直觉，各方面有的会很太像哥们，或是好姐妹，或是你知道，就是那一种样子的相处关系。他要把他从朋友身份升华到恋爱的话，目前这里看起来也是有可能啦，只是这里也可能会产生蛮多误会的。这里的牌面有很多类似的东西，类似的情感在飘。来看一下这个权杖是这里的火能量，因为这里也是在跑出了一个金星皇后能量跑出来哈。可能这里在暗示的是这一个人啦，就是说，其实如果有比较有机会的，至少这一个人可以期待一下，然后这个可能也没那么快哦。这一个人要对你表示他的喜欢，可能也没那么快。但是你仔细注意一下，附近确实有一个人看你的眼神比较不一样哦。那其他人对你的喜爱，内在丰富度有点高，就是我说的丰富度有点高，就是因为你个人的优秀魅力特质有点多，每一个人所抓取的点不太一样，反倒是只有这一个人对你的喜欢是蛮纯粹的哦，他就是喜欢你，可能他自己好像也没有能力想清楚对你的喜欢是什么哦。应该说不能说没有能力，他现在的注意力好像没办法这么分散哦，他也可能只能专注到一件事。但确实，这个对你的感受有时候在心里就是了。我再来看一下这个人，我这边帮我教条了，帮我再多看一下这个人好了。宝剑皇后，好，只能说这个人呢、他
他比较，我觉得他才刚从别的感情里面走出来哈，走出来，或是反正他才刚从别的关系里面断掉了，然后他又遇到了你，所以他其实对感情是没有把握的，但是他对你的喜欢都在里面。这个时候出来的风能量哈，竟然是出现在这个人身上，不是在你身上。看来这里有某一个理智的风能量切断了你跟他现在最近能够互相告白啊，互相关系进步的那一个理智有出现哈，表示说近期内你吸引到最有可能会跟你告白的那个人，他还不会跟你告白，他还在摸索你是什么，你给他的是什么这些。不过因为他心里可能啦，之前的伤害还没有完全结束，或是还没有完全释怀哈，然后你就出现，对他来讲其实还蛮混乱的，所以他有一种逃避心态躲在里面哈，逃避风，因为这个里面就出现，就是说，宝剑皇后里面有出现，宝剑皇后里面就包括这一个哈，也有出现宝剑三，这都是一些有一点小心痛跟封闭自我保护的一个态度。如果用来诠释这个人的话，我想他现在先把对你的感受先锁起来哈，但他还是在你附近。我想你也不要去挖，我们就慢慢等，慢慢看，好，让他自己化解了这样子的能量哈。来，再来看看还有什么哈？我想对这个塔牌这个再多做一些预测，看看有没有什么我没看到，可以告诉我这个塔牌这个人他这个方向的这个人的是什么？来把它扫描一下吧。跳出了这张。这个人他只是注意到你的存在很特别，但是他还需要先做自己的事。他内在的信心，你看这个风能量又跑到别人身上了哈。只能说你的个人特质到处乱射啊，乱放肆，就漏电很强哦。但别人也都有发现你的漏电很强，你的魅力很强，但很多人都不太敢主动做什么，因为他们也还在摸索你，因为你太丰富了哈。然后这个能量，我想他是有准备好可以跟任何人交往了，只是他不确定你跟他的关系，或是你吸引他的是什么。目前还是处于在有好感度蛮高的程度而已，还不太到心动要怎么样哈。那他心中储备的那个能量，我觉得，他好像也没有要去面对他对你的这边的感受，就是说他看到你了，然后他并没有要处理，他并没有要整理对你的感受是什么的感情是什么，他对你的想法是什么，他没有，因为他可能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先处理啊，而且也有可能你所释放出来的那一种魅力，并没有所谓渴望，因为这个恶魔牌它所散发的魅力啊，不太像是恋人牌那一种，就是很笃定的浪漫气息出来。它这个比较多像是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这种情感啦。这种情感对于很多理智的人来说，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需要戒备的因为他们很多人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故事，然后那些故事会让每个人都有一些对于难以控制的吸引力，会有一些小小的警戒或小小的观察。像这边这个人，他可能就是还在观察虽然他自己本身已经准备好各种情况都可以跟别人都有可能交往，但他还是保持着在一个先看看因为他可能这些关系都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只是难以忽视彼此存在的那个阶段而已来我来帮你再看一个东西，就是看看接下来6个月，有没有什么可能，他们这些人有没有人会
真的主动做出下一步哈。来，再洗一下，好，把刚刚的那些都洗掉。所以我只是希望说，其实解这个牌子是有一个部分是希望说，你们不要对自己没有那么没信心哈。很多其实你已经制造了蛮多对你有好感的人哈，不要放弃，多保持一下自己的优势，多展现一下自己的优点哈。这些人可能某天他就会有所表示，也是不错的啦哈。至少就算没有得到爱情这部分，但至少你是一个让人看了都开心的人，这个就已经也很不错了哈。来哈，抽6张。1、2、3、4、5、6张哈，6个月，这样子好了。这6个月来讲，就是以现在看这影片之后的6个月了哈。目前看起来，会产生一个比较特别的变化的，可能2、3、4月都有可能。2、3、4，最近期这30天还在观望，他们都还在观望哈，但不过已经开始对你有一些比较特别、比较新的想法了。然后到第2、3，这个比较像是突然有一个大转弯哈，有人突然觉得他要跟你进一步关系，或是突然觉得对你的喜欢有进到新的一阶哈。然后第3个月的话，我是觉得到第3个月，如果你突然对于渴望有爱情这件事的意念变强的时候，你的那个吸引力会增加到让其他人就突然就很想要跟你告白，或者很想要跟你有一个进一步的接触哈。这个到第3个，我觉得事情比较算是在你身上哈。你可能会有一个意念上的更渴望有爱情的时候，那个魅力就跑出来哈。以现在算起来，可能就是对啦，第3个月，第2个月底，第3个月初，反正就自己看待60天左右，大概是这样吧。然后再来是第4个月的话，就是也会有，可是这个感情面比较表面哈，就是有点像是试试看，我们来试试看，就突然有一个火花爆起来，然后2个人觉得说，然后我们来试试看交往，可是这个基础还蛮不稳，它像是一阵风飘过去，你们突然被吹到，感受到夏天的凉风这种温暖，然后一触即发，然后来想试看看要不要 dating 看看的这种哈。但我反而觉得这个能量还没有前面这2个稳。然后到了第5个月，我觉得还蛮没有，第5个月就停滞了。第5个月这个爱情能量会停一阵子哦，然后到了第6个月的时候，才会有一些奇异的突发状况，会有新的角色会出现。我觉得到第6个时候，可能前面这些是我们有预测到的那些角色，可是到了第6个月就会有新的角色对你有所表示，或是你会吸引到一些新的人新的你意外中的意外的人哈，会在这第6个月是半年后出现。我们常常在看牌都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哈，通常这样推到第6个月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大转弯，很特别。所以有的时候你也可以看，有些运势你觉得半年、3个月、半年这样看哈，差不多会有一个转换。通常3个月半年会有一个大转换。如果前面没有什么太多新的事情发生的话，你就可能期待就不要抱太高，就顺着走，再往下一个不同的转换时节之后，我们再看看也是可以。好的，这个就是我看一下，要不要马上结束？还要看一下，似乎差点喊结束。来，我帮你看一下，我来帮你看一下第2、3月这个好了啦。这个情况如何？就我看他有什么讯息给我就好了就没有提他，别提他。
给了这个牌哦，我倒觉得他在暗示我，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一点没办法注意到哈。我觉得他可能告诉我说，这个情况，也许你吸引到的人会对你有些表示，可是你那个时候的心态会觉得说有一点点累，不知道是哪方面让你觉得不太能够承受这么多情感来。的确还是真的要看你有没有非常渴望这个东西来耶。他这里有一个，你好像在这2个月是没有准备好要有爱情来的啦，哦，所以我才说可能第3个月你可能要自我意念要够强，这个你吸引到的人才会主动跟你告白，或是跟你有一些进一步的接触。但是我觉得这2个月来说，你的心态上似乎对爱情没有那么大期待耶。哦，你可能被很多琐事忙住了，但也没关系啦。我们就跳到第6个月这里好，我们看这里看这个，来看这个好了，第二三，一直讲错2、3，来看第4个月的情况。结果塔罗却告诉我说，第四个月的情况是比较好的，但我还是觉得他这个有点太短暂了，太片面、太表面了，没那么稳啦。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些交往机会或什么 dating 机会，你可以去试看看哈，好好的去挖掘别人的优点或欣赏的地方，找共同处。其实试看看这里没关系，试看看啊。然后到了第6个月的话，这样有一个新鲜的东西跑出来，来看看会有什么样子。不知道。牌子告诉我还是没不知道，他还在到那个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是偏向哪里，不知道，还在等待探索中。只是那个时候有一个能量来哦。好吧，那这30天呢？这30天看来是星星牌，感觉是会以具体的行动蛮遥远的，但是给星星牌好像给了一个很有趣、好奇的位置，来看一下。我觉得这一段跟感情没关系。这一段这30天，只是有好感的人会对你有一些实质上的帮忙跟资源吧。反正这一个月会有点类似贵人了哈。反正这30天的对你有好感，你吸引到的这个人，他可能只是你的贵人，某方面课业、事业或者生活面的贵人，反正只是一个贵人的方式出现，不是恋爱对象出现。OK， 那选到1的朋友大概就是这样了哈。希望你有听到，对你有帮助的一些内容跟建言哈。就这样，自然一点，放宽心呢，接受随时要来的幸运。好的，来后我们来先来看选到2号的朋友哈，选到2号的朋友。我们今天来看的是你现在正在吸引到什么样子的人哈，所以我们会来看一下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特质正在吸引附近的人哈。就抽这一张命运之轮啊，哇，目前看起来你是一个积极、有趣、丰富、变化性很高的人。我脑袋一直出现变色龙，就是你是一个在各种环境里都能够展现自我的人，而且会有不同的样貌出现。我大概可以知道你在吸引到了好多不同的样子的人，可是这其中好像你对别人也造成了蛮多误解咯。哦，你在这里，因为你算是一个蛮能够带动气氛的人哈，不管你也是一个蛮能够穿梭在各种人际关系里面的人。你有那个能力，但不知道你有没有把它表现出来耶。但是确实你已经在吸引一些不同样貌的人。你吸引的人没有特定的族群，没有特定的样子。好，来帮你看一下，你可视的位置跟不可视的位置。所谓的可视的位置，就是你眼睛看得到的领域啦，比如说你的工作环境啦，你的学校，反正你是你的朋友圈哈，你常去的地方，那个叫做你可视的环境里面，你已经注意到的环境。那不可视的环境就是你不常去的你会忽略的，你没有感兴趣的那个范围里，但是也是在你生活中出现，只是你不太在乎的范围里有没有人正在被你吸引。看来喜欢你的人在你没有注意到的范围里出现，在你可视的范围里，很多人都有点害怕你。
那个害怕让他们压抑着对你的喜欢或是喜好，他们对你的喜好里面有多一层的尊敬，可能是因为你看过你对其他人的严厉的要求、严厉的处罚或是严格的对待，所以有些人对你是蛮害怕的啊。我先让我来看清楚这里到底是只是对你害怕，还是也是喜欢你啦，但是蛮怕你的哈。看一下是啦，好，就是一些会喜欢你，但是还蛮怕你的。我觉得这边的人喜欢你的人对你的了解还蛮深的哈。那个喜欢一直没有办法付诸于行动，你吸引到他了，但是他们也在观察里面发现你是一个蛮难对付的人哈。所以在你熟悉的环境里，朋友圈，那个叫什么圈啊？同温层那个里面的那些人，我觉得可能因为你的表现实在太突出，或是什么的，太特别，太多惊喜，太多意外，所以你算是蛮难掌握的人了。所以就算喜欢你的人，他对你也是没什么把握哈，所以他对你喜欢的心情有点可能像是放在心里这样，还没有准备拿出来行动了。不过，他们已经被你吸引到的人，内心对你的情绪的澎湃度，其实还算蛮高的。还有一些人正在自我困扰着，到底要不要告诉你他们喜欢你哈？他们困在一个某一种你的防护罩之外，他们还在喷在外面，还不知道怎么突破哈。但你的吸引力很强了，有在吸引到某些人正在维持着对你的喜欢。那在你不可视的范围里呢，有比你强大的人存在哦。有一些人在偷偷的看着你在干嘛，然后有被你的特色吸引力所吸引哈，然后有点把你当成是有趣的角色在看待，然后目前觉得这个关系维持的还不错，这个距离这样子也不错哦，至少，但是你你没有发现。你没有发现，他这个喜欢是默默的先离你站了一个距离哈，但这个人在你附近有出现了，只是我可以给你一个暗示哈，这个你不太知道的人躲得很强的这个人哈，他其实蛮有气势的，蛮难躲起来的，但他很聪明的知道怎么回避你的目光，好，他也不会在你附近徘徊游移。但他在自己的世界和自己的作为各方面能力都很强哈，他本身也是一个很有实践力的人哈。不过，因为他如果以力量牌来说，它里面那个传说的那种潜在的能量哦，来，我帮你仔细再看清楚这个人的能量。来看，我去想一下生命之树这一方面哈，这个人哦。因为你的表现比较外放，你的表现比较是外显，然后这个人已经比较聪明到他能够隐藏在比较多的智慧里面，他更能够游移在，怎么说？他就是能够躲在你的目光用180度的角度去躲在你的背后啦。但是他也有可能偷偷的在帮助你，偷偷的称赞你，偷偷的告诉别人你很好、很不错。这样，你有一些生活上的顺利是这个人偷偷帮你的，偷偷影响到你的。这个人的特质有点类似贵人，有贵人特质，但他确实是喜欢你的。然后他也不会越矩，也不会超过，他觉得现在这个距离还不错。但是你跟他接触过几次了？我觉得他有跟你接触过。然后你连隐隐约约的发现他是喜欢你的都没有，因为我觉得他比你更高明。我这边看到就是他比你更高明。以其他的角度来看的话，他的智慧在你的下一阶，你还在学习到达他的位置，所以他更看得懂你。你在他的眼里，你有某一些善良，某一些作为，好的作为哈，你的价值观是在他能够有感受、喜欢的范围里面，所以你吸引到了他的目光。只是简单来说，你对他来讲还算比较幼稚啊，就是说，在他的领域里面，你当然是你会比他，你看起来是比他幼稚一点点，但是对他来讲，你已经算成熟了。只是跟他相比，你确实是比他幼稚，因为你还在
他以前走过的那一个领域里，或是那个范围里，我不知道这个关系是什么了。我脑袋一直出现，他是你的工作伙伴哈，或是他是你大公司里面的某一个人哈，但是他不会跟你有直接接触或什么的，或是他也许是你的朋友圈里面的别人的朋友，然后你们已经一起出去玩过什么了，然后只是他不决定先不表示他对你的喜欢，只是他也很难忽视你的存在就是了。总之这一个人是比你手段再更高明一点的，他怎么知道怎么隐藏，他也知道这一条线先不要跨过是比较安全的。来，我想看清楚这个人，来，再给我一两张，让我看清楚这个人的特质。哇，好吧，又中了我刚说的。我刚刚说的都出现了。没错，我刚说的，其实这三张牌有把我刚说的都说了耶。我看看有什么点是我没有发现的。我只能说，如果你很想要发现他是谁哈，你可以偷偷改变一下你自己现在的做事方法，或是你的表现哈，才可以把它印出来。因为我觉得他会有一点迫不及待的觉得怎么会有一些变化哦？你怎么会有变化哦？他会突然忍不住的来询问你、关心你，或是有些蛛丝马迹会出来。如果你这么迫切想要知道他的话，我觉得你要把你现在有些的表现收一下。伪装一下，它才会出来。但我觉得这样子不好哈，这样子不太顺，不太自然。我宁愿你还是保持你现在的个人特色，你还是先完全做自己，因为他对你的喜欢才会慢慢的提升。因为他对于观察你、看着你哦，是一种他生活中的乐趣，跟能够丰沛他生命的一个存在啦。哦，然后他跟你之间确实有画了一个界限，他先不要跨过。他知道怎么拿捏跟你的距离哦，他很聪明的，然后他也算蛮有耐心的。他现在对于你们的关系会不会出现新的进展，他没有那么有欲望，他觉得现在这样子发展下去也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哦，如果你觉得如果你希望这样子的人会是你最后的交往对象的话，你这个有的等哦，因为他确实比你有耐心，比你有聪明。那我再确定一下你的能量好了，我觉得你这个能量我没办法。因为我想确定一下你这个能量，然后再看看你跟这个人的距离。对啊，不行啦。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说，不要突破这个界限哈，你跟他不要突破这个界限，因为我刚脑子的意念比较像是，我刚脑子有一丝意念是怎么样让你能够跟他有所接触，就吐这个牌哦，就是叫不要啦，好，先不要，时间还没到。等一下我再看一张，再给我一张牌诠释一下我脑在想的东西。对，新的新，还没啊，没有这个助力在，没有，我脑袋想要排翻给我的东西，他告诉我还没有那个能量，还没有那个能量。所以你自己心里先有个底啦哈，在你没办法发现的，我觉得是你没办法发现的那一个范围里的那一个被你吸引住的人，我觉得你没办法发现目前哦，你就先把它收着吧，知道至少有人在偷偷喜欢你这个部分，有这样就好，你不是一个没有人喜欢的人，先这样想我就 OK。然后我再来看看有没有别的，除了这两个面相，还有没有什么我们没有察觉面相的人已经有被你吸引住了？有啦，只是这个牌给我的讯息，你不会喜欢啦。这个人对你的喜欢，他是被你吸引住了，但是这个人你不会喜欢啦。他太，这个讯息就不是恋爱讯息，我觉得偏这个，你不会喜欢啦，只是单纯对你的喜欢而已。你只是吸引到了一些流弹射到了一些人哈。然后再看一下别的。又出现这种牌，
这个牌的话，吸引到了。我觉得这张牌也只是说有人有经过你身边，有被你吸引过一阵子而已。不过他现在也离开了耶，也就是说不是离开了，他现在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了。他也许要再出现在你面前有一段时间哦。问一下，我要近距离的，就是现在你的生活圈，你可视的范围，因为这一边嘛，可视的范围里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被你吸引住的人会有机会在一起的？似乎没有觉得这些人都还在。你最多只能吸引到工作上的，你最多只有一些社交上、工作上的魅力吸引到人了，爱情上的这个没有。Sorry， 我一直在洗牌，可能会有一些杂音，因为我在想事情的时候，我没办法听。我在想，我觉得你以为喜欢的那些人都不是最后要跟你在一起的那些人哦。目前看来真正喜欢你的人知道怎么对付你，但应该很庆幸，真正喜欢你的一些人在默默支持你、保护你了，觉得你很珍贵。来，再抽一张，在可视范围里。又是4，这4号牌已经出现好几次了。这个牌在这里是没有出现啦，但是在别的里面有别的牌的对应牌里面有出现啦。然后有出现啦，你自己的牌里就有出现了。你在你可视范围里，你以为的那些人，其实都没有办法对你表示出喜欢啦。他们对你的喜欢都收起来了。你的魅力上，我觉得你实在你的表现太，我觉得你太有能力了，你的魅力太，我觉得他们也有点不太知道他们接收到你什么讯息。他们好像也觉得你吸引到的人，就是说你可能吸引到 A、B、C A、B、C 也可能彼此也认识，然后每个人喜欢你的点也不一样，然后或是他们也知道有些人也喜欢你，然后可是他们又觉得说怎么会这些人为什么也喜欢你？他们每个人对于你的定义不太一样哦。这个还算有趣哦。就是说你在恋爱这一关的话，你没办法控制因为你现在没有能力找到那个你真正吸引到，然后你也会喜欢的那个人。我觉得你没办法发现你只能让他自己浮出来。我在想，这个浮出来肯定要有一些机缘跟缘分呢。来，我看看有什么契机可以让我看到。怎么又是这个啊？没办法叫你等呢。再来看一下，近期短暂时间有没有人会有所行动？没有，完蛋了。怎么办？现在我先加一个这个中场的结论，就是你周边确实是有人喜欢你不过每个人你吸引到的人确实是有，不过每个人的浓烈度不一样，被你吸引到的比较淡的感受的人比较多然后你身上可能有一些东西让他们的感情被压抑住了，然后是转换成别种的对你的喜好，不一定是爱情的感情上的。那如果你个人想要比较急迫的需要有这个爱情马上出现，我觉得爱情有，但是要出现现在要有一些进展的话，要等一下。主要是因为他们看你的角度，我觉得你是不是有散发出一种让人误会你好像不需要爱情的性格出来啊？你心里渴望爱情的那个成分，你没有散发出来耶。或是你的人看起来还是算是蛮絮乱的，就是你对于可能你的表现虽然是很有魅力、很有能力的，可是你好像有点没有章法的在展现出来稳定性是不是不够？好像是这一点好像是稳定性不够，别人还没看准到底要怎么去喜欢你，怎么样具体的喜欢你。那个喜欢其实很多种啊，就是其实目前看起来喜欢对你吸引到的人都不是笨蛋啦，没有那种盲目的就马上跟你去示爱的这种人是没有。这里的风能量还蛮多的然后冷静能量还蛮多的，然后这些人
很容易在第一时间就被你吸引到，但是很快就收起来了哈。可能是因为你的不稳定气质很强哦，这个独特魅力掺杂了许多不稳定气息，就是你是一个很难忽略存在的人了。可是不稳定值蛮高的，来再看一下，我这边帮你看你个人有什么，是什么阻止了你的吸引力的火焰往下持续？也跑2张，放上就2张吧。哦，对了，你，哇哦！我在想，你好像你表现出来的东西不够浪漫呢，感性的东西少很多哦。你可能比较常谈论的是一些物质上的东西，不是精神面的东西哈。那这一个面，你吸引到别人的所谓的性感的东西比较少啦，所以你可能让别人比较，我们就我现在打个比方哈，你可能让别人觉得你很爱钱，哦，你很爱你努力，你喜欢为钱努力，因为你想要很多物质的东西，你想要买什么，你想要出去旅游，所以你要努力赚钱。好，这方面的魅力再绽放出来，让很多人欣赏你、喜欢你，又有人喜欢你。然后你情感面可能确实是比较刚硬的，或是比较木讷的，你没有表现出来，然后别人没有发现你其实也是渴望爱情的。对，这个东西似乎掩盖了你心中对爱情的渴望，因为你可能表现出来的东西比较硬邦邦哈，土能量太强了哈，那个土能量很强。然后你对物质的追求还蛮高的耶，哦，精神面的追求，我不知道你精神面的追求有没有，目前是没有看到了，就是你对精神面的追求没有那么高，所以你吸引到的人就是，也是这样子的人，所以他们对于主动表达他们对你的喜欢也是比较木讷一点，比较慢热一点，所以毕竟你散发出来的讯息是这个啦，所以你吸引到的人就是这一群人。所以也难怪这个牌里面所谓的爱情来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没有办法那么一把火烧下去就嘣就有了，也没有那种水能量很强，要有在里面串流的一种情感能量在里面串，然后是也没有那么强啦。出现了这一个宝剑骑士，可是不圣杯骑士，可是圣杯骑士前面出现的是宝剑十哦，它阻挡了圣杯骑士的动作。所以很多人都，我觉得这是一体两面的啦，就是因为你本身表现出来的可能是那个方向，所以你吸引到的人和他们的作为，其实才会是这样子。看一下有什么可以修正的，好，有没有什么可以修正的，让你的想要渴望有爱情的讯息出来。如果是这张牌的话，那我想，sorry。你只能大胆的释出你想要有人在一起的这个讯息啦。好，就差这个了。好，可能要似有似无的透露给朋友或什么说，哎，你很想谈恋爱或怎么这个讯息，才会能够有一些突破口出现哦，才会让别人知道说原来要有这个机会哈，原来有这样子的机会在产生，然后可以往下试看看哈。因为目前是这样子。好，再看一下。对了，要有别人的帮忙哦。如果你那么需要有爱情的话，我觉得你要有别人的帮忙哈，你不可以守株待兔，或是在那边等着这么被动哈。要有人介绍，要有人传真引线，反正要有人带你或帮你，才有可能有爱情出现哈。或是问问朋友，看看他们有没有察觉哪些人在偷偷喜欢你哈，然后再去制造机会。目前是这样能有的转折点，大概就这样。来做一个小结论哈。目前现在看起来的小结论就是，有喜欢你的人啊，都有了，只是他们的火苗都很快就被停滞在一个初期能量而已哈。主要是因为你散发出来的魅力太混乱了，比较是一个不稳定的能量哈，别人也很难拿捏你是什么哈，有点难，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去喜欢你。其中有一个人好像特别喜欢你，但是他可能因为很容易看穿你啦，也比较了解你哈，所以他也知道你现在可能是个比较
不稳定的能量哈，所以他也就先看看你，也许其中也包括了等待你变得比较稳定或什么，他再看看能不能再跟你做一些表达。不过以这个题目来说，你吸引到哪些人，其实这些都有了，不同的人种也可以，你可以慢慢的期待一下哈，也许有些人会出现一些自我的成长改变的契机，然后他会突破这个讲解，主动去跟你讲，这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来，我们接下来看说6个月之内会不会有一些，会不会有什么能量是会突破这个小小的往下一步迈进的困局哦？人是吸引到了，但后面怎么办呢？来，我看一下这6个月有没有人被吸引到的人，然后有没有人愿意，有没有人有什么突然有个莽撞啊出现？再看看有没有哪个月的能量很强到会这样子哦。六张，1、2、3、4、5、6，好，好，第3个月、第4个月、第3、第4、第6个月，好的。直觉的讲，就是第3个月、第4个月、第6个月会有比较有机会哈。第6个月有人有冲动要来了，第4个月也有人看到机会，第4个有人看到跟你表白的机会哈。那不过第3个，我觉得这第3个月比较像是你自己挖掘的一个情况这个比较算是你主动出现的一个。但是这个对我来讲，这2个对我来讲都算蛮短暂的，因为他们被第6个月这个气氛压过去了。不过有一个可能是，你可能会在第3个月遇到那一个你已经吸引到的人，然后那个人对你有主动表示，他会在某些场合或某些不错的环境，或是跟朋友一起出去气氛蛮好的情况下跟你表白然后他可能会发展到第6个月，他想要再更进一步，从 dating 到真的想要跟你在一起然后如果这个预测是顺利的话，到第4个月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发展。然后就是第2、第5个月会有一个调和期，会有一个摸索期，才会进化到这里。其实这半年来的话，这个爱情，你如果想要渴望爱情发展的话，我还是看到有一些破口被封起来了。我想你需要别人帮忙，然后你自己可能抓不到方法啦，然后你吸引到的人可能也需要一些破口，让他们去做这些主动的表示。这半年是有这个机会你可以期待看看啦，我觉得有你可以敏感一点，发现那个契机跟能量发生的状况来，我再看仔细一点，给我第3个月好了。第3个月到底第3个月什么给我这个牌？哇，这组牌怎么一直告诉这里？这半年好像确实有办法交到新对象好，第3个月雷同了，第3个月是有的。来再看一下第4个月，这是调和期。我现在看起来第3、4月的能量最强而且算是稳定的能量我想你可能在这一季之前3个月内，你可以多做自己的一些调整啦自己的性格上表现上，可能把外放的性格或是比较张牙舞爪的东西收一下它会让你的稳定气息你要到第3个月的时候变得比较稳定。稳定下来之后呢，对方的稳定气息才会比较契合你然后再到第4个月的时候快速进入一个调整期。所谓调整期有点像是你们2个人的磨合期，两个人的就是不知道他是不是要跟你交往还是什么，反正很有机会接触到，然后2个会有一种很多重的互相认识急迫的要互相认识，然后在这种认识的关系里会有一种筛选跟调和不同元素的调和，可能就是2个可能是比较异质的2种人，可是他在调和这4个月会有一个很快速的调和。
调和的顺利的话，到第5、第6个月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稳定的关系发展会成功。只不过这整个情况的契机会在第3个月开始啦，因为前2个月都还在看有在看，然后有点行动才这边开始有一些交流接触。OK， 目前这是没关系，这没有什么问题。你这半年可以期待看看人数的话，真正会有比较有可能主动的，那刚刚在前面我看到是2个啦。能量强大的一个，但他近期是不会主动，可能他不在这半年内。所以如果这半年内会有这个能量出现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试着体验一下，先不要期待太多，不要有一个预设的结果出现，先去试看看，感受一下不同的追求是什么，不同的相处，不同的人，不同的浪漫，不同的温暖是什么，让自己在正面的方式里面去成长一下，看看第6个月之后的发展是什么。那自己的生活先丰富这半年也是不错的。好的，这就是选到第2号的朋友，来祝福你。来再来是选到第3组牌的朋友，好，来我们就直接抽了。来，我们现在来抽说你会吸引到什么样子的人啦第1张你的能量，你的吸引力能量是什么好。不得不说，我真的很少第1张牌抽到这个让我冷静一下，解读一下。我现在问的是你的能量哇，你这个攻击性很强的角色哇，如果你是这样子比较尖锐、攻击性比较强的魅力，可能是在于有点战士型的，热血型的，比较直来直往型的、冲动型的这个地方给我看到是这个。你是一个自我中心比较重的人你内心追求的真理能力比较高，要求比较高，你对人的本质要求也蛮高的。你很不喜欢很多事情有所失衡所以在这些都展现在你对于很多表现上的杀伤力有出来你对其他人可能有造成一些你不知不觉的伤害，但那个伤害都是有益的，就是能够帮助他们成长的，能够让别人觉醒的，能够让别人反省的这个是你的能量特质哇还不错虽然牌面是这样，我感觉到的是这个来，叫贾小姐再夸奖你，我再翻别张牌来再给我1张，来诠释一下你的能量特质。好的，你就是一个求好心切的人啦所以你在其他人的内在，在你在心里的地位还算蛮高的，只是他们实在很难承受你的常常的一些能力上的伤害啦不过要成长的是他们，不是你，你本身已经做得很好，你也很有能力独断的能力你不是一个懦弱的人，你是一个内在也算丰富、坚强、温暖的人，只是你可能把它藏在心里，不太能够表现出来。再1张。你跟其他人算是隔了一段距离了你让他们有点渺小我很担心这样下去，你吸引到别人的人都是比你能力差的人，或是他们对你的都是一些粉丝型的喜爱这不是我喜欢，我不是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我们要希望抽出来的喜欢你的人是这种，我希望能够是爱情能量多一点的喜欢你的魅力所吸引的人是能够引诱爱情能量的没关系，我们这2个先放在这里先放在这里。来，我们来抽在你的可视范围跟不可视范围的喜好的人，这是不可视范围这是可视范围。所谓的可视范围跟不可视范围，就是说，可视范围就是你的工作环境，你已经知道你的环境有哪些人或是你在学校或什么有哪些人你所理解的那个可视范围里就是你能够掌握的一个环境那不可视范围里，就是说这里是你不感兴趣的，你不太常接触的领域的人或是离你比较遥远的人你漠不关心的人，里面也有人被你吸引到。来看一下，给这个牌再次证明了我刚刚说的你在你可视范围里面喜欢你的人其实对你都有点惧怕了他们可能跟你的相处各方面有一些正面的伤害，所以他们对你有点敬而远之虽然喜欢，但是还是放在心理上的，因为你对他们讲有点太沉重了。如果真的跟你太接近相处，喜欢你的话，可能他们负担不了你更大的能量，对他与他们的
冲击吧，会让他们蛮压抑的哈。所以其实很多人对你的喜欢都收起来了哈。也许一开始接近你的时候是还蛮喜欢的，但现在都收起来了。那在你没发现的人那边呢，有些人准备要行动有些人准备要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喜欢。我相信他对你自己的能力也算是蛮有信心的。不过这个火能量哈，一次来拔根往下坠的这个能量有点冲动，不是很扎实。他可能也不太理解你，只是看到了就喜欢的那一种。我来看一下这个牌，我想诠释一下这里的这个喜欢能量的人有没有具体的样子出现。啊，是个新鲜货，就是说才刚开始。在他的领域或是他的能力他的能力才刚开始觉醒，然后他的对于生活的价值观、三观各方面才刚开始觉醒，才开始趋于稳定的状态，然后就看到你这样子这么特别的人所以你吸引到他的是，他可能他的生活里、他的生活圈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你这样子的人。不过他有一些误解，他误以为你是。你的能力是处在一个稳定状态所散发出来的，其实不是你只是很有创意、很有能力、很有想法、很变。你其实，但是你的这一个能量串流的速度很快，能量很大，但串流速度很快，很有杀伤力，不是稳定的。我觉得他对你有些小误解。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好啦，这个人的喜欢他没有什么想要主动表现出来的。也不是害怕，也不是什么，这个人只是我觉得还太嫩了你吸引到一个蛮嫩的人对你的喜欢，他连自己对你喜欢的那个情感还在发芽中，没有那么快，他就是太嫩了所以这边这个人先不要，这里很多人都躲起来，我再帮你看来，我们再抽2张，还有什么范围里的人我们没有注意到，其实你也吸引到的。1张。2张，现在出现2个逆位牌，一定会有人说为什么逆位反正？反正我之前解释过很多，我没有在解逆位牌的因为牌一出来正逆位我都会看到然后我会筛选，我觉得在这个牌组里面和这个局势里面适合讲出来的话我不会看到什么就全部丢出来，然后搞乱大家。反正出现了国王那我要认真深思熟虑一下。有啦。有一个蛮聪明的人跟你算是旗鼓相当的人有被你吸引到，不过情感面很弱。他这个比较像是能力上的吸引啦，欣赏的程度比较高他也不太惧怕你的直来直往的那种杀伤力你的那个能力强大的那个，他也没有很在乎你心里有温暖的那个部分，因为他喜欢你的点是他自己想要喜欢你的点啦。然后。他可能会比你更有创意更有开创能力，更有 idea 而且他还比你更有内在思维，就是他的精神面也比你更强大难怪他喜欢你，因为他知道你这些对他来讲是无害的，虽然对其他人可能是有害的，对他来讲是无害的。他看到了你身上的特色跟优点是别人所看不到的，因为他更能有独断的见解在这个里面，而且他对你是有一些新的向往有一些愿景在他脑海里有浮现出来，只是还没有想要付诸于行动你在他的心目中还是处于在比较保守的幻想里而且是偏向于现实的，而不是比较虚幻的。他的精神面的判断跟直觉有发现你的存在是很特别的。只是他把他拉回到现实面，像你这样子比较浮动不稳定的状态的话，还是很难让他下定决定要跟你告白，或是让他的情感转换成一种想要恋爱的感觉他现在对你的好感还是算有存在的，可是现在还是局限于在一种特殊能力上的欣赏。所以特殊能力就是你的表现比其他人多很多，丰富度啦。只是。他也算是能力很强的人如果他真的跟你告白或什么的话，我觉得反而是你会应付不来他有这样子的人在喜欢你。然后这是2个算是同一个人了，对吧？这2个算是同一个人，也有可能这个是另外一个人，但是这个人我觉得他太不起眼了，他没办法吸引到你的注意力，而且你可能会觉得他很笨拙，各方面的跟不上你节奏也是虽然
这个人对你的喜欢，你对他的伤害没那么重，因为其实他是因为他感受不到你的魄力或什么，然后只是他喜欢你是单纯的可能是某一些很小的小小的点或什么在喜欢你哈，然后本身偏木讷保守，不太能够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被你吸引到了，你可能也没有，你不会喜欢，就这样，你不会喜欢，就算他出现了，我再来看，来帮我多诠释一下这个人，我想要多看一下这个人。这一张好了，哎呦，果然，他确实是各方面能力都比你强的人。在这边是对的吗？正方处，这样。这个人在各方面能力各个方面都比你强势哈，他能掌握。你缺少的一个就是你比较人性，比较有同理心、同情心，比较能有恻隐之心那一面很薄弱，所以你才会在表现上面比较容易伤害到别人。可是他有，因为他的恻隐之心啊，他的各种观察，他的情感面的理解力比你高一些，然后他已经能够达到所谓的精神跟物质上面的表现上的平衡，所以以段数来说，人际关系跟表现上、外在表现上、伪装能力来说，他都比你高端一点，但他还是喜欢你，因为你有一些他没有的东西哈。也许是因为他可能已经被社会化调和成一个比较好相处的人哈，所以他发现你还有一些蛮有赤子之心的执着跟一些杀伤力，对他来讲他是已经失去了，所以他喜欢你是喜欢这个点，因为他现在算是一个大家心目中一个比较好的人，比较稳定的一个比较能依靠的人哦。可是他内在的那些狂野或什么，可能已经先收起来，或者已经成长进化成一个太成熟的地步，他也没办法做到你这么有冲动性质，所以他对你的喜欢有一点像是你很像他以前的他，或是他对你身上有些投射啦，都算是他比较没有的东西。他有点羡慕你，还有这么有攻击力，因为他可能已经进化到他没有那个，对，他没有必要这样子，在心中确实还是有一些念想，是希望能够像你一样，也就有可能像想回到他以前那样这样子。他对你的喜欢成分有在这里，你吸引到他啦，但他还是没有办法要往提出那一步想要进一步交往或 dating 的这一步没有出现哈，因为他把自己放在了另外一个比较完整的稳定状态里，他也没有害怕跟你告白或是跟你相处会破坏这些，因为他现在还觉得这个关系各方面还是比较稳定，也算是比较好。目前看到的是这个，而且他有一种默默在旁边守护你的概念在这里。目前他觉得这样子真的是这个关系距离这个他提供的防护罩好像比较好。他自认为他对你有提供一个防护罩啦，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但你可能没有察觉。不行，这个我也不能自我决定，我要看一下。来，你有没有察觉这个人的存在？嗯嗯，为什么是给这个牌？我想一下，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哈。你有察觉他但是你对他的认知是错的。你对应该说不是说错的啦，你对他的角色定位跟他的存在感跟他所认为你的是不太一样的耶。所以就算你很难马上转变这个概念，是他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人呢。就算这个人常出现在你面前，他对你的喜欢在你心里已经转化成另外一种项目了。这算是你们在某一个时间点的错过，擦身而过。所以，就算现在你可能你已经知道这个人，但是你没有发现他对你的情感是另外一种哦，看来是他也算蛮隐藏的蛮好的哦。以这个里面，嗯有那个时间点有存在过，一下就飘过了。
哦，你们有交集的时间点有到过，后来一下就飘过了。哦，而且是刚初期的时候，你才刚开始吸引到他的时候，他有试着接近你之后，很快的就错过了那一个很快就能够进入感情的那一个段落。所以现在他对你没有误解，反而是你对他有所定义上的落差了。难怪你现在不会发现他在哪。那我再帮你看一下哈。这个人会再往下主动吗？还是什么？看一下，帮我看一下这两个人的关系可能后面的发展。没有，还现在这样比较好啦，不要往下，再等一下哦，再等一下哦，不要往下走，先不要往下走，先这样，你也不要去挖这个人，不要去察觉，先让这个人好好站在那里，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好像对你有一些想法哈，他在准备找时机，让事情比较完满一点，但是时机还没到哦。因为我现在在问这个是在你这个角色里啦，他是告诉我说先不要动，你会打坏这个关系，先不要动，等待。好吧，所以现在是有吸引到一个很不错的人哦。我想再看一下，帮我看一下这个人为什么不主动。哦，是了，好的。我必须说哈，我问你的主动跟他的主动都出现了出现了这个又出现这个哈，还是在告诉我说，你们两个现在都没有能力面对两个人要不要在一起，或是关系进一步的这个能力。现在两个都没有，我觉得他这个没有不太表示说你们的能力啊，我觉得他这个能力比较像是说整个周遭环境跟整个命运交错的这一个，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命运交错哈，你们会交错，但是现在这两个人的距离太远，所以你们硬是要在一起的时候，你们这一段距离哈，这一段能够密合的这段距离有点太远，有点像是硬拉要这两个关系要合在一起哈。然后这个东西会发生太多的变数，太多的混乱，太多的决策错误，因为太难了，太远了。你要怎么让这两个东西连在一起？因为原本慢慢走下去，它会到一个交错点，可现在还在很远的地方哈，或什么时候才会交错还不知道。只要现在我所谓的没有能力是，也许你们可以把这两个拉近一点点，可是不会拉到线就直接密合。这个我现在所看到的讯息是这样哦，所以牌面上才说，他一直在告诉我说，那些能力什么那些你以为你能够硬凹的东西都先放下了，你没有办法，会有一点两败俱伤，或挫败感太重了，没有顺的感觉进去，哦。而且你也没能力，目前看起来你的本质上面你也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复杂的情感讯息。这个没有能力哦，更像是你碰到感情的事情就很容易乱掉，你没有你的中心思想不够强。再看一下你的本事的中心思想。对啊，你这里出现的是你还在所谓感情面的成长期的分水岭，就是你才刚开始发现你心中的那个心境是什么，你还在看你自己的内心那些。这就情感面了，也许你其他的工作能力各方面都很强，很不错，可是你情感面的东西我觉得你才好不容易有一个新的认知，知道那是什么。所以新的爱情，你吸引到的新的人，新的爱情进来的时候，是也可以相处，也有可能记得，可是就不是准备的那么好的情况发生的。哦，因为我觉得你对情感的热情还在初期。再帮我看一下，你们之间的阻碍会是什么？放横的，好啦，你们两个人的本质的协调，会是你们的很大的问题。好像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人。哦，好吧，我想对方有发现这一点，所以他迟迟没有要成为比较
亲近的关系哦。我倒是还是觉得是因为你的不稳定状态很重啦，哦，也许你自己不觉得哦，可在旁人眼里是有的，所以大家都还不太挑战，大家还在等你，大家对你是有所期待的，而且也觉得你能够进化到稳定的状态里，所以还在等啦，哈，再一张，看看有什么暗示可以再给我一张，自己跳出死神牌跟这个。如果照牌跳出来的顺序的话，确实跟我刚讲的一样啊。你还在转换期哦，如果转换得好的话，你才能够比较能够控制你的情感的流动哈，才会像这个，然后你的情感面才会重新开始哦。因为你现在还在探索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在探索期耶。你有新的领悟吗？才重新探索中，还没，就是你还算是情感面啦，也许你各方面能力都已经很高，情感面还算是在新的阶段前面，还在新的阶段出现之前的那一个觉醒期，新的觉醒，反正就是一个觉醒还在哈。然后，因为有两种分水岭的概念出来了，这张分水岭跟还有死神的分水岭，它就是说，对于下一个阶段前有画了一条很凿实的线哈。那一条线你还没有跨过，哦，你还没跨过，你跨过了之后，别人看到你的成长或什么，他们才开始有所主动，哦，所以你周边的人很多都还算是你吸引到的人，有些都还算是等待，有没有主动等待要跟你进，或是在等，他们都还在观望你的成长啦，哦，你的魅力确实是已经开始在吸引很多人，可是大家都还在发现你是一个不稳定的成长模式啊，你很快就要很快吗？你还在变成一个比较成型的样子，所以大家对你还算是有所期待，在等待。来，但我还是帮你看一下接下来六个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但我觉得你这组我就不帮你看6个月有没有人会，你的爱情会不会有所进化？我看这六个月，你这6个月你的个人成长，哦。因为你的个人成长，我们帮你看这6个月，你的个人成长能量哪一个月会比较丰沛哦？你个人成长的丰沛度高，然后转换度也强的时候，自然而然被你吸引的人，他们会比较主动，想要多付出一些，多表现一些哦。毕竟他们现在还是属于观望在看的。好，来6个，1、2、3、4、5、6。第2个月，我比如说你其他都还算是不稳定哦，你到了现在看影片开始之后算的第2个月，你会比较稳定一点哈，你会有点醒，你会有一点比较能够理清，你会意识到你的混乱或者是你的不稳定在哪里，然后你会调整一下哈，有一个比较大的力量让你调整，然后进化一下之后，又会开始平淡的，然后都还是内心的一些发展，然后到第6个月的时候还会再进化一次，进化还是提升，应该算是提升一次哈。不过进度是不大的啦。我现在只能告诉你说，6个月你的进化可能没有那么大，你已经被提醒了，你可能自己要加把劲一下哦。你要让自己更稳定一点，更冷静一下一点，可能去学习冥想啊，让自己安静一点哦。看一些你能读得下的书哦，从文字里让你心中找到一些平静哦。然后外向释放的一些个人能量，可能先收一下哦，先收一下，少说多听哈，少说多听多看哈，不要太。事情也不要太多意见哈，不要太外放表达，都先收一下，让自己的各方面先稳定一下哈。然后第1个月最近这30天来讲，你还是很混乱的，你想要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想要表现的、想要什么的东西都太多了，太复杂。我是觉得你尽快的让自己稳定下来啊。你可能会想说，我为什么一直叫你稳定，你又不混乱？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很稳定了，那就很稳定啊。但是可能还可以再稳定吧，你懂我意思吗？它就是有一个讯息嘛，你再稳定也没什么不好啊，对不对？然后
我这里有讯息是出来说，如果你还是照这么活蹦乱跳的样子出现的话，到第3个月开始你会累了啦，你会累了，然后有点不知所措，然后到第4个月的时候你要重新再整理，第5个月都要重新再整理，可是都是一个没有方向感的整理哈，然后到第6个月的时候会有一些外力的推动，你必须要去整理各方面，因为这里6章还是没有看到6个月会有一些稳定的情况出现，我只能跟你说，你的光芒太丽了，不是温暖的光芒哈，你可能要调整一下。你吸引到的人都会有点害怕你哈，这样子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啦。至少塔罗可以看到说，因为我看从刚刚的牌到现在哈，即使我在翻了这6个，那个乱射的光好多、哦，很刺眼，就是连我都有点招架不住这一个能量到处乱射的。我花了一些时间在整理，这样子对。如果我是被你吸引住的人的话，我反而会觉得哇，先等一下，都太刺眼了，等它稳定下来再说，或是等到比较黄昏了，比较黄昏的光，或是清晨的光那种比较弱的光之后，我再看清楚你就好了。大概是这个这个暗示啦。现在这种正午的光啊，就是哇刺眼。你可能要调整一下哈，让它冷静一下，冷淡冰冻一下，凉一下哈。就这样，这就是选到第3的朋友。希望你有听出我讲话里面的一些契机。好，就这样，祝福你。嘿，你们好，终于到了选到第4组的朋友哈。因为前面已经讲了3组了，所以到第4组的朋友，我的语速会非常快哈，因为我脑子的讯息都已经非常多了，我要整理的时候需要语速很快才有办法，所以你们仔细听哈，不好意思哈，请见谅。来，我现在第1张抽出来的是。你这一个散发出来的魅力、吸引力的能量是什么？哇，竟然是这张！哇，你是个古灵精怪的人哈。目前台面上是这个，你内在有一些古灵精怪的性质哈特质，正在吸引着别人。我觉得你太过于活泼，有没有说你算是一个？技巧的人，很聪明的人，很多小聪明的人，可以帮别人解决很多事情的人，你有很多很特别的方法，偏门让别人吸引到你。你不是一个传统概念的人哈，不是一种传统价值上面的人，也不是一个主流里面的人，你是一个比较小众个性魅力的人哈。如果以乐团，就是一个地下乐团的概念的人啦，比较隐晦的性格，比较独特的样子的一种魅力的存在。然后你也算是一个精神面发展发达的人，你月亮出现在了双鱼座、水瓶，对，月亮出现在水瓶，这种哇，这天马行空的个性哈。我发现你的魅力是存在于一种异于常人的气质本质内在啦。来再看一下一张，看看你的。很多人第一次接触你的时候就会喜欢上你，就会被你吸引住，会被你的独特方面各方面吸引住。来这一张，月亮牌跑出来了，的确，你确实是一个有水瓶座能量的人，的确，3张牌都在的告诉我说你就是这样子的人哈，所以你可能你吸引到的人也是一些比较稀奇古怪的人，比较特别的人，比较异于常人的人，比较不按牌理出牌的人哈。来，确实是这样子。但我很喜欢这几个牌组成的你耶，你能做的工作很特别哈，你能做一些有创造力的工作哈，设计师、艺术家、工程师、数学家。这类型音乐家有创造力的工作都不错，不是循规蹈矩的，你靠你的各种脑力的技巧跟创意偏门的想法不传统的跨出框架的想法来获得你在生活中工作上的地位，然后吸引到各种特别的人。我想吸引到的人都很特别啦。那我帮你看一下我帮你按2张牌来。这个叫做可是圈内的
你可以发现的人哈，就是你的生活圈、你的舒适圈、你的工作环境、你的眼界里面的范围里有那个喜欢被你吸引到的人的能量哈。然后这个是你没办法看见的能量，就是你们不感兴趣的哈，你常常忽略的环境哈，或是他跟你的部门或是你工作环境是不相同部门的人哈，他常常只是在擦肩而过，你不会注意到他的这个人哈。来，这2种能量，好了。好，只能说在你可以看得到的范围里面，喜欢你的人都算是小粉丝了，都算是你的学弟学妹、你的部下、你的属下，对你的喜欢有比较多的是欣赏哈，还不到恋爱能力。也有人有这个冲动，但是发现你离他们很远，你的能力太强，他们对你有距离感，所以不太会发展成爱情哈。那要等他们长大。那再来是你不可视的范围里面是钱币10的话，算是一个今天的牌很特别，到4组都出现了，在你不可视的范围里面，有一些能力蛮强的人在偷偷欣赏你、喜欢你哈，而且都是一些你身上的独特性发挥出来之后，他们才注意到你。那个在背后喜欢你的人哈，他的各方面能力、各方面什么都蛮强的。如果你愿意回头看一眼的话，你可能会发现蛮有能力的人，可能是你的主管、上司啊，或是朋友，或是你，反正他就是，也不能说能力比你强了，他可能就是生活很踏实，生活很富足，对于事情三观都很完整，对于生活有很多的不错的概念跟见解哈，对未来也有很好的远见，好，是一个蛮完整的人。如果你给我愿意回头看一下你平常不注意的事情，你会发现有这种很耀眼的人在后面偷偷喜欢你啊。那这个部分我就先，等下我这边再看看还有没有哈，再看看还有没有，来个2张好了，没有，没有，好，我觉得都还算没有诶。我觉得被你吸引到的人，喜欢你的人，在你的视线范围里没有啦。然后在背后，除了这个人还有没有？有，但你都不会发现，掉了这么多张。我不解逆位牌了，请不要在这边跟我抱怨说为什么不解逆位牌了。再讲一次，因为一牌翻出来，我正逆位的思维都会跑出来，我会整合需要讲出来的东西。好，我不会被牌子逆位，我就一定要往比较坏的发展或是反面发展下去讲哈，因为它趋势就是没有那个方向，我就不会讲。现在是反面这个就是说你没发现这个范围里面哈，哇，都出现一些有能力的人嘞，有一些比较哇，我觉得你太往前看了。你的注意力都太往眼见为凭的这个方向去看，所以你会忽略一些在你旁边后面一些默默努力、能力比较强的人在你附近哈。我觉得你会忽略一些本质上蛮优秀的人了，因为可能你可能比较专心在自己，而且你的作风或者各方面都比较不传统，所以他们这种比较扎实这几个都算是有扎实能力的人哈，他们可能也是比较循规蹈矩的人，对你来讲可能是比较乏味的，所以你会没有办法发现他们。现在出现了四个被你吸引到的人，我翻出来就是4个，他们被你吸引到的程度各不相同，可是他们4个人都有一个特质，他们对于太阳牌先等一下再说哈，其中这3个对于物质的稳定度、要求度、品味、实质的 sense 的各方面，他们要求都很高，这些都是物质面的，不是精神面的，不是空口说白话、谈精神、开口号的那种人。他们3个都是对于生活品质各方面都很要求的人，而且他们都已经满足到一个很好的程度，跟你所要求的世界是有一点点冲突的哦。因为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比较不，你喜欢特别，你喜欢的人可能就是要先特别再说，好。稳定度那些你可能也没那么在意，可是偏偏后面在喜欢你的人，他们都不能算特别，但他们都算是很优秀、很稳定的人，而且他们的能力也都很好，他们现在所用的东西也都很好。哦，能力最好的可能是魔术师这一个人，就是这些人，我跟你说，这些人都出现过，都出现在你的生活中过了，然后他们也都被你的特别吸引过了。
然后他们现在都还在你附近徘徊，但是你已经忽略他们，你也没有注意到他们，但他们也没有特别想要让你知道，只是他们对你的好感有留下来，有在，不然这三张牌不会再出现了。如果已经消失了，就不会再出现哈。但这三个人都还没有再把这个对你的喜欢进化成再更进一步的喜欢，三个都没有，三个都还蛮满足于自己的哈，而且三个都还蛮忙的，都只是说你的存在感在他们眼里有存在啦，只是要不要再往那里没有这个讯息。倒是太阳牌这一个哈，他可能比三个的更比较不务实一点点，他比较热情，比较活泼一点，比较没跟三个比起来，他比较有能量一点哦。可是他也可能会，你可能会比较觉得他比较特别，但是说实话。他所拥有的东西比他们弱很多，他只是一个概念型的存在。你怎么说？他只是一个让你觉得外在表面，他就是一个好玩的人而已。可是再往下深里面，再往下挖，可能是一个比较空的人。哦，也许陪你出去玩啊，陪你什么那种打闹，如果你很可以跟你的灵活度是可以契合的。但是如果要以长久在一起的人来说，这三个人会是比较好一点的。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这些比较稳定的人，却会对被你的这个独特性，这种比较活泼、古灵精怪的个性，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真的是缺乏这种灵活度。他们的生活中各方面，他们可能也算是一种社畜、高级社畜概念哈，他们都已经算是表现得非常好了。所以你这种不被世俗、被传统所局限的，让人非常有吸引力。他们在你身上可以看到很多创造力，更多的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小奇迹。所以他们被你吸引到他们了，他们也有把握能够照顾你或者什么，他们对你的要求也没那么高，因为他们自己自满、自主的能力都很够。倒是魔术师这个可能可以啦，他可以把你很多的一些特别之处转换成比较具体的东西，可是他会太累哦。至少我觉得你可以保持现在你的自我啦，你的魅力各方面都吸引到了蛮多人的，只是你有点太多聪明了。嗯，OK 啦。如果你当成是一个，就是说两个人如果在一起的话，你当成是一个比较出点子的，比较能够让生活丰富度提升的，那不稳定也是无所谓，因为毕竟你的创意实在太多了哈，你的灵活度太多了，可以让一份关系变得非常有趣，颜色多彩多姿。然后再看看哦，这三个人到底跟你的关系距离还差了什么？你们没有，你们的连接没存在，不存在。就刚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些人在你身边已经有出现过，擦身而过，可是你们的连接没有连起来，就是遇到你的那个契机点的时候，并没有快速的连接起来，就差在一个情感交流上了。我只能说，如果接下来的生活你有遇到一些生活还蛮稳定的，条件还不错的，可能讲话会比较木讷，反应没有你这么快的人，他们可能就是这三个人其中的人，或是再有类似的人会出现，因为你好像会吸引到这样子的人。然后记得多留下一些可以保持方式的联络方式，或是你要多回头主动一下跟这些人多做交流，然后你要去挖掘他们的特质、他们的优点。除了木讷，除了你表现，除了你已经看到的表面的那些东西之外，他们其实内在都还有一些丰富度在，只是他们的展现出来的比较慢。他们展现对你的喜欢，表达出来的喜欢也没有你这么快哦，也没有你能够一件事表达的这么丰富。他们可能就只能表达一样东西，可是你要慢慢去理解跟挖掘他们内在的能力。其实你可能会喜欢他们啦，因为他们有可能补缺了你某些你本身渴望却做不到的一些能力，你可以去。我只能说，你现在能够吸引到的很多都是蛮稳定的，蛮生活能力都还不错的人，可以依靠的人。那我再帮你看看，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看看你自己已经发现的那个范围里面的人有没有像这样子的人出现。自己掉出来了，没有。
就是说没有特别那么稳定啦，也是有啦，也是有一些个人物质上比较也，可是我这里看起来就是这个人也是比较天真啦哈，就是他们没有他们这么稳啦，他没有那么对自己的建设各方面，因为他这个钱币六很多就对旁边的人付出比较多的概念啦，我觉得这个不是你想要的那一种人哈。你甚至跟他出去，人都觉得很无，因为他的注意力都不在你身上，注意力都在其他人。好，他的能力都分散给其他人了，所以这个是没有。来看看你各方面你的本质上有什么可以修正到好一点，让这些机会能够有没有办法能够让他们更主动一点？是这个什么权杖五哈，也没有就是我看到这张牌比较像是说，他告诉我说，你可以多接触一些跟你本质上或是性格上、风格上比较不同的人，那边比较多惊喜哦，会有比较多惊喜，你会比较能够发现一些你忽略掉的好人，忽略掉的不错的人，而这些人还蛮适合你的。有的时候那种契合度啊，我们会误解在某些契合度上面。看像星座说要需要什么什么东西比较契合度，然后我们会专注在这样子契合度。可是有时候有些人你挖得越深哈，相处时间够长，你会发现他们的变化各方面才是真正吸引你的地方哦，才是真正契合你的地方。因为你可能对自己的了解也不够深啦，你的缺陷啊，你各方面的东西也没办法了解那么深。可是我们可以着重在为什么有些人会让我们这么喜欢哦。一定是他身上有某些特质是我们在我们自己身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们也没有感受到的，而别人身上有。那这个通常都在差异性之间才会发生啊。好，那种不熟悉感才是造成差异性的关键嘛，因为不熟悉才有差异，所以那个差异才是两个人相处的魅力所在啊。好，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很棒的特质哦，而不是说只要有所差异、有所不同我们就排斥它。你只要找一些 twins， 找一些同类，而且我觉得那个。也是好，但是你可以试看看另外一种，好，会有很多惊喜啦。以我的经验来说，好，来照这样子的话，来再帮你看看，好吧？目前这样看起来是没问题了。我觉得你吸引到蛮多比较稳定的人，哦，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人，这些人还是可以啦。我觉得你可以回过头去欣赏一些你真的完全不熟的领域的人，好，不要很快就排斥他们，哈，去欣赏一下别人的优点，因为他们已经欣赏你跟他们的不同了耶。为什么别人可以欣赏你的不同和他们的差异，而你却只想要找到相同的人或者雷同的人？好，可以改变一下这个方法。那些惊喜可能就存在于那些你不太摸索的领域里面，哈。人生很多东西嘛，人生就像进一个糖果屋里吧。你进糖果屋里，你还是只拿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嘛？但因为糖果不会常常出现啊，那个糖果可以让你挑各种糖果的东西，不会常常出现嘛？难得出现一次，你应该每个糖果都试吃一次看看吧，不是吗？这才是人生啊！哦，如果你还是只挑自己喜欢的，那何必给你一个糖果屋呢？是吗？人生大概是这个概念哈，你可以消化一下我所说的哈。来，我帮你看一下接下来6个月哈。哪一个月的能量会比较强到让你已经吸引到的人会有一些主动或者是展开新的局面哈？帮你看看啦，但不一定会发生，只是说那个时候能量比较强，有些变数，有些进化进一步的契机比较高的那个时刻哈。来抽6张，1、2、3、4、5、6，6个月。能量都差不多，没有太多什么，都差不多诶，都平稳，没有什么太有澎湃讯息出现。
都差不多，都差不多好哦，都差不多可以发生进步，对，其实都差不多好，没有特别差的哦，好就是好到差不多的等级这样。如果硬是要说的话，你可以应该说第5个月的时候可能会有朋友帮助，会有人介绍啦，会有一些引荐会出来哈。然后到第6个月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开花结果的情况会出现，可是可能不是你所期待的那个样子哈。再来到了第3个月的话，会有人比较主动，可是只是淡淡的过去，我觉得是这样啦。那接下来2个月的话，没那么强的能量，有点硬生生的哈。所以大概这些组牌我觉得蛮顺利的啦，因为很多好能量有出现哦，就是差在你的，我是不希望你调整你自己啦，我觉得你现在表现各方面都已经算蛮好的，可是我有嗅到一个别人为什么不主动的讯息哈，别人对你的信任感蛮偏低的，可能是因为你所内在散发的气质的。小聪明太多了，也许你是真的太聪明了哈。然后你有看穿人心的能力，然后这个看穿人心的能力被其他人发现了哈，所以很多人也没有想要这么快就被一个陌生人或是刚认识的人挖掘这么多内在的东西，所以这个点你可能要收一下。你的观察力很够，你的洞察能力也很够，可是对于刚认识的人来讲，可能要先收一下哈。如果你真的要去观察别人或什么的话，你可能要用欣赏的角度哈，去有一种挖到宝探索的角度，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去看透人，那会让人家观感不好。可能我现在发现的是，你散发出来的讯息有这个，可能让别人敬而远之的感受是，因为别人没有你这么聪明，没有你这么灵活哈，思维整合没有这么灵活，所以他们可能会有点害怕，不知道你为什么。发现了这些东西，所以反射性动作就是先跟你保持一点点距离，即便他们对你是蛮欣赏的，你也吸引到了他们。然后有时候可爱一点就好了，不要这么锐利啊。你的聪明可能要多加一些智慧哈。你可以去理解一下智商跟智慧的差别哈。智慧里面也包括很多的风雅格局跟教养啦那些表现哈。智慧里面包含了比较多的是体会。除了洞察人心之外，而是体会其他人的存在人的位置把每个人更当成一个人来看，有时候甚至比自己重要，来去对待别人的这个各种方式，才比较像是一个智慧智商就比较像是说，我看穿你了，我知道你什么，然后怎么就把事情都讲破了，这实在太缺少智慧了。虽然智商很高可是会失去很多机会。目前这组牌有这个小小的警惕讯息出来你可以听看看，来。那差不多这一组不用讲太久，这很多讯息都很完整了，就这样了。这是第4组牌的朋友，谢谢来听。来，现在又到领取好运的地方了。今天我用狗狗牌，都是狗狗来看看，我抽个6张来组合成一个好运，好吗？这算是蛮大的挑战因为像我这种极端悲观主义者的人我都已经说我不看逆位牌了，因为我就是看。不管是丢出什么正位牌或正逆位，都会浮现在我脑海里，所以要抽出解读6张同时一个好运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需要能耐的事情，但我还是很希望有很好的好运给你们因为我想谢谢你们来听，来抽6张1、2、3、4、5、6，好的。可爱可爱。好，我看看Star 用了大成这位是 Stick Card， 这是对，我来用排列出来，怎么看得到这是什么意思？好，我知道了。浮现是说，你近期的某些小心愿会达成但是要达成之前，你必须要靠你的一点点的推动力，一点点的努力就是说，其实你最近你原本有设下的一些小心愿啊、小目标啊、小成果啊，只差一点点的懒惰在拖延你。你把那个懒惰去除掉你很快就可以达到你现在所想要的那一个小小的成就，不是很大，比较小的一个阶段性成就你已经接近它了，就只差一步的。小努力你就能够接受它，因为这边很多好牌这些都蛮不错的好牌愿望达成
在情感面、精神面你都付出的很足够了，它整个宇宙愿意给你这一个成果，但只差你心中有一点点懒惰。可是你已经快到这个小成果出现前哈，只要再奋力一击，再乘胜追击哈，你可以达到你现在阶段性的小成就、小愿望哈、小阶段的小确幸，没有比小确幸多很多，大概5个小确幸的能量。好，哎呀看不到，来好，这里，好，就大概是这样子的能量哈。希望你好好的领取今天的好运哦，祝福你们。来，又到了今天的心得分享了。今天看了很多。今天看了很多那个谁会喜欢你哈，我本来是想要帮你们看看说，你会吸引到什么样子的人，因为我觉得会吸引到的人都是跟你的本质上比较契合的、比较雷同的哈，因为同种人会吸引到同种人。可是今天我翻牌发现哈，我们常常会吸引到一些跟自己质量啊、整个概念啊、整个人格、心灵扫描完全不同的人，所以这可以能证明哈，互补可能是蛮重要的。以我的经验来说，我们在感情上呢，有的时候会找到一种 twins 双胞胎、双生火焰这种很雷同的人在一起，但是通常的持续性都不久。除非你们把这个关系进化成是我跟他，他是我的最好的朋友，收妹先不要。我觉得最好的朋友也会变成收妹啦，可是收妹有时候那个激动的火花摩擦力实在太大，因为以我的经验来说。那种最热烈的感情通常没有办法在很稳固的基础上面发展延续下去，所以后来真的发现说，有的时候你去看星座或什么时候，有时候互补的人情绪高低会交换的一对他们能够在一起的时间会比较久。随着年龄的成长，或是逐渐长大对事件的了解你会明白持久在一起那种互补性真的确实是比较重要的。然后慢慢的你们也会演化成是一种 twins， 你知道吗？这也许不是一开始的天，所以慢慢会演化成 twins。所以今天翻开来的很多牌子都在暗示这件事情呢，而且都有暗示一件事情是真正适合我们的人，对我们很喜欢的人，都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领域跟方向才会出现哦。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在努力生活往前看的时候，记得回头看一下后面有没有默默关心你的人、默默支持你的人，那些人可能才是最适合你的，而且也是你会爱上的人哦。那么就这样，这是今天的丰盛阿尔文，下次见喽，祝福你们。